在奇妙的异世界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探索完毕，唯一只剩下某个海岛上的一个名叫阿比斯的深渊。这个在2000年前被发现的深渊，直径接近1000米，而深度一直未被调查清楚，没有人知道它的尽头到底在哪。但令人感到神秘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终点，更是因为其内部的神秘组织。除了各种珍贵而危险的生物，这里面还存在着大量拥有神秘力量、现代科技无法解释的道具遗物。从这开始，众多寻求秘密的探险家便带上对未知的浪漫憧憬，前往这个吞噬无数人生命的阿比斯深渊。Hello， 大家好，我是真这么解说的二次元发小罗粉吧。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外表幼稚、实则暗黑的佳作，来自深渊。立刻从出生起就待在深渊旁边的孤儿院里，每天学习如何挖掘遗物，如何在深渊中生存，只为有一天能前往深渊底部探索未知的事物。只不过他在前往深渊之前，必须要学习大量的知识，锻炼出强壮的身体。但这可不仅仅是为了要对抗各种生物，更主要是为了让自己能承受住可怕的诅咒。只要潜入的地方越深，反程式的诅咒就会越剧烈。简单来说，这种诅咒更像是上升复合。现在人类将已经探明的深渊分成了7层，在1层的时候还只是轻微的眩晕，可等到了2层就会恶心、头疼、呕吐，而4层则会全身剧痛流血，最后6层往下就会丧失人类属性，甚至死亡。所以大家便把探窟家等级按照下潜的深度进行划分，见习生佩戴赤笛，普通人则佩戴苍笛，导师和大师分别是月笛和黑笛，而立于所有人顶点的英雄就是白笛。而立可的母亲就是被万人敬仰的白笛。当年母亲接到了国家下达的探索任务，要与探查队一起下潜到4层回收特级遗物。整个探窟过程极其残酷，与别国的争斗时有发生，调查队几乎全灭。立可的父亲也是在那时去世的。就这样，残酷的探窟一直持续了10个月。等到母亲找到遗物的时候，立可也在深渊中出生了。可4层的上升负荷，就算是大人也承受不住，更别说刚出生的孩子了。但好在母亲带了一个可以消除诅咒的遗物——除咒之龙，于是他便决定放弃回收，一点点把立可给抬回来。但母亲刚回来，就再次执行任务，只身去往别国将遗物抢了回来，并且2年后继续前往深渊。只不过这一去就是10年，到现在也没回来。所以立可便一直努力在浅层探索，争取早一点达到任务量，好提前成为苍敌，有机会下到深渊底部追随母亲的脚步。而这天他却捡到了一个谁也没见过的遗物——机器人擂鼓。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借此前往深处了，但谁知意外却发生了。探窟家从深渊深处带回了一个白笛和几页书信，而这个白笛正是立可母亲的。一般来说，只要是白笛被单独带回来，那就代表着持有者已经死亡。但立可好像并没有太多实感，因为从来没见过母亲，也就谈不上什么悲伤，只是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目标好像突然消失了。立可一时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前往深渊，但很快带回来的书信就又让他重燃了希望。虽然这上面几乎全是深层未知生物的记录，可有一张竟然和擂鼓极其相似，并且在最后还有母亲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在奈落之地等待。从这儿开始，不光立可想下去寻找母亲，就连擂鼓也想前往深渊底部，因为他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来自深渊，他究竟是什么。于是他们便制定了逃离孤儿院的计划，在某天晚上偷偷跑了出去。可他们刚出门就碰到了老师，虽然老师心里清楚立可想要做什么，但他还是决定尊重立可的决定，甚至还把立可母亲的书信拓印下来交给立可。只不过书信最后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天一亮就去抓他们。如果立可刚出门就被抓住了，那就代表着他们是没有能力前往深渊的。所以立可便马不停蹄地前往2层，因为只要赤笛到了那里就会被认作自杀，从而放弃追捕。就这样，立可一边躲避各种危险的生物，一边警惕着老师的追捕，来到了2层诱惑之森。这里不仅树木都是倒着长的，生物也更加凶猛，仿佛人类才是异物和外敌。可这些终究没有难倒立可。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后，他们终于来到了2层的基地，而这里的监管者正是陪同立可母亲执行任务的另一位白笛不动清奥森，也可以说就是他把立可一点点从4层背回来的。立可本以为自己能从奥森这里得到什么情报，
但是他没想到这位白帝极其不友善，不仅说当时恨不得把立刻扔在半路，还在半夜用恶作剧吓唬他。当时立刻听到屋外有什么动静，便起床查看，可刚出来就看到身后爬过来一只不知死活的怪异生物，这给他吓得回去就把擂鼓的床给尿了。等到第二天把这事告诉奥森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奥森的恶趣味。那只不知死活的生物其实是昨晚奥森扔进除咒之龙的肉。原来这件遗物并不是让里面生物免受诅咒，而是让生物受到诅咒死亡之后还能动起来。也就是说，利可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死胎。当时奥森觉得碍事，便把利可放了进去。可这一放就发现利可竟然活了。总体来说，和昨晚那块死肉没什么区别，并且无论是死肉还是利可，都会拼命朝着深渊底部前进。说完，他就开始对擂鼓动起手来。无论擂鼓怎么抵抗反击，都不是奥森的对手。不一会儿就被打得浑身是伤。可这并不是奥森的本意，其实他是想告诉利可，深处的生物远比他狡猾得多。如果现在都应对不了，那下去只能是送死。所以在临走之前就需要家训一番。于是奥森便把他俩扔进了一片充满危险的森林当中，让他们独立生活10天。刚开始利可还有些不适应，但慢慢经过磨难，就开始掌握了如何在野外生存。最后利可他们几乎完美的通过了试炼，在出发的前一天还拿到了母亲曾用过的武器，并且更是从奥森那里得知了许多秘密，其中有一个就是关于利可母亲的。利可带回来的那个字条其实不是利可母亲的笔记，虽然利可母亲的墓就在4层，但里面并没有埋人，所以说利可母亲有可能真的在等着利可。而奥森说的那些狠话也都是母亲要求转达的。那时母亲告诉奥森，如果利可以弟弟为目标，再次站到他的面前时，务必要将一切说出来，包括他可能是具挥动的尸体这件事，因为利可需要知道是何等的奇迹才让他动了起来，还需要学会向前方等待着的非凡冒险发起挑战的方法，而且一切都是为了把利可送到母亲身边。所以从这儿开始，利可就要穿过3层，开始自己的旅程。以上就是来自深渊上半部分的内容。如果说它是探险动漫，其实更像是一部暗黑童话，每集的音乐和剧情都环环相扣，给人一种向死而生的感觉，并且无时无刻都在强调生命就是用残酷的诅咒所磨练出来的坚强。好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动漫的宝贝们关注第二次元发死露露，和露露咱们一起上2次元的奇妙世界。